少年全家被杀，在外流浪了7年，而他的仇人却成了黑帮老大，享受荣华。安杰洛隐姓埋名回到故乡，只为了复仇，而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法尼提帮少主尼禄的兄弟万诺。他告诉尼禄，万诺和欧尔克帮的塞尔彭特同归于尽，但是到了案发地点，却发现塞尔彭特的尸体居然不见了。尼禄怀疑安杰洛是欧尔克派来的卧底，要求他交出塞尔彭特的尸体。安杰洛回家的时候，克鲁正趴在桌子上等他。听说了关于塞尔彭特尸体失踪的时候，克鲁找上了杰洛特，问他昨晚是不是和安杰洛和万诺去了梵高的住处。如今凡诺死了，大家都怀疑是杰洛特杀的。安杰洛现在奉了尼禄的命令要过来杀他。杰洛特表现得很慌张，一度想要直接卷钱跑路，还是克鲁劝说是自己瞒着安杰洛的，才让杰洛特放下了警惕。他确实和安杰洛去了梵高的公寓，但他的任务只是支开塞尔彭特。之后因为好奇，他偷偷跟踪凡诺来到了墓地，结果刚到就听见了枪响。等他过去一看，凡诺已经和塞尔彭特同归于尽了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塞尔彭特的尸体消失了，再这样下去就会变成是他杀了凡诺，放走了塞尔彭特。杰洛特后悔自己太贪心了，说着就准备离开。安杰洛走进来，用枪逼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最终杰洛特说出了实情，原来塞尔彭特的尸体被他卖给了新上任的联邦禁酒局局长斯库扎。安杰洛要挟杰洛特带他去找尸体，而此时尼禄一群人正在门口守着。如果杰洛特骗了他，那可不会就这么算了。与此同时，斯库扎找上了法尼提家族，表示塞尔彭特的尸体在他手里，凡诺绑走了奥尔克家族的人，两个人最终同归于尽。这件事一旦对外公布，两帮势必再起摩擦，到时候加拉西亚也无法保持沉默，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法尼提帮买下塞尔彭特的尸体。于是文森特让斯库扎先把尸体带过来。一家高级餐厅里，厨师因为千层面的黄油放少，被奥尔克的首领提莫下令处刑。梵高嚣张地走进来，把自己受伤的脚露给欧提莫看，他昨晚被人袭击了，虽然人没见过，但一定是法尼提帮搞的鬼。他要往法尼提帮的地盘上扔炸药，欧提莫的叉子差一点捅穿梵高的脚。加纳希望他们和法尼提达成和解，他才不会为了梵高的一点小伤而大动干戈。既然如此，梵高表示就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了，随后扎穿了一名干部的手掌后嚣张离去。梵高在到处寻找塞尔彭特，甚至还准备直接对法尼提帮问问。而就在这时，他注意到了尼禄开车经过，于是二话不说抢了方向盘跟上去。安杰洛和克鲁来到一栋快要拆毁的楼内，这就是斯库扎用来藏东西的地方。两个人撬锁走进屋内，这时安杰洛听到动静，持枪走到门口，幸好出现在走廊的人只是尼禄。此时的法尼提帮里，罗纳尔多正在劝说文森特杀了尼禄，只有这样才能平息欧尔克和法尼提的争端，这让副手甘佐大动肝火。尼禄弟弟弗拉特在一旁煽风点火，凡诺杀塞尔彭特泄愤的事尼禄一定知情，加拉西亚的首领一定不会放过尼禄，他们动手总比加拉西亚插手的强。文森特表示这件事交给他来处理。等到罗纳尔多走后，弗拉特又话锋一转，提出帮尼禄逃走。对外的说法就是帮派遵照加拉西亚的指使杀了尼禄，但尼禄察觉事情有变后逃走了。尼禄上楼去找安杰洛，之前就被梵高揍过一顿的倒霉蛋司机守在门口，结果又倒霉的遇上了跟踪来的梵高。安杰洛透过窗子发现了异常，梵高正准备把烟头摁在倒霉蛋脸上，就听到楼上传来响动。他挟持着倒霉蛋走进去，就见蒙住脑袋的塞尔彭特也同样被尼禄挟持。梵高提出要和尼禄1换1，两个人同时放下枪交换人质。而就在塞尔彭特靠近时，梵高发现了异常，塞尔彭特的身形不对劲，而且胸口还有可疑的血迹。他假装没当回事，随后就从裤裆里掏了一把枪，对准了塞尔彭特的脑袋。塞尔彭特反应极快的高抬腿踹飞手枪，子弹击中了楼顶的吊灯。塞尔彭特掏刀砍梵高未遂，他摘下头套，赫然是安杰洛假扮的。尼禄和同伴趁机抽枪回击，最后快速撤离现场。梵高想要还击已经来不及了。他在室内找到了塞尔彭特的尸体，却并不为此感到悲伤，而是高兴终于能和法尼提痛快的厮杀一场了。在回帮派的路上，尼禄的车被弗拉特拦下，让他赶快离开城里。巴贝罗尔还有酒的生意要照顾，不能离开，但尼禄身边又不能没有人，于是安杰洛主动请缨，反正他都已经被梵高盯上了。尼禄同意了。在安杰洛扭头点烟的瞬间，克鲁注意到他露出了得逞的笑。深夜，等到斯库扎回去找塞尔彭特的尸体，黄花菜都已经凉了。尼禄偷偷参加了凡诺的葬礼，之后就跟着安杰洛一起离开城中，开启了公路逃亡。但同时有杀手盯上了他们。凡诺非常喜欢尼禄的姐姐，在得知她要嫁给罗纳尔多后，不会喝酒的他到酒吧把自己灌得烂醉。现在回想起这件事，尼禄只觉得郁闷又难过。他们离开城内已经有1周了，安杰洛的车开得非常慢，尼禄觉得饿，一踩油门猛地加速，冲得那叫一个快。进了路边拦车的墨西哥大汉一身泥，两人来到一家餐厅吃午餐。安杰洛疯狂地在松饼上淋糖浆，这甜度看的人都牙疼，但对于他来说却刚刚好。尼禄向老板娘打听附近的旅馆，
馆，老板娘却说前方不远处有一个叫科塔的小镇，那里有汽车营地，可以租借帐篷露营。墨西哥大汉在路边拦了一辆马车的同时，安吉洛和尼禄开车来到了汽车营地，一个急刹车把门口的服务员吓了一跳。营地里有不少小孩子，修女在半空吊着一只木马，男孩蒙眼击打木马，打中之后里面的糖果就会掉落，孩子们欢呼雀跃地拾捡着糖果。看到这个场景，尼禄非常怀念，他小时候也和弟弟这么玩过，于是他找到了修女，给孩子们表演了丢球的绝活，靠着一手杂技迅速获得了孩子们的崇拜。这时一个男孩指着安吉洛问他会表演什么，尼禄摆摆手，他这么无趣又阴沉的人肯定什么都不会。结果安吉洛拍了拍尼禄的肩头，尼禄的钱包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他的手上，紧接着又抽出了尼禄的腰带，尼禄被迫当众脱裤。戏耍了一顿尼禄之后，安吉洛双手一摊，表演结束了。小观众们欢呼着为他鼓掌，举起手里的糖果要送给他。尼禄摘下安吉洛的帽子，收下了小观众们的谢礼。安吉洛也露出了尼禄见他以来第一个真心的笑容。两个人在河边露营，安吉洛尝试尼禄的丢球绝技，结果失败了。尼禄跟他说了几个诀窍。他10岁的时候，城里来了一个马戏团，他和凡诺偷了文森特的钱跑去看马戏，被发现后被痛揍了一顿，但他们还是很开心，毕竟这个一无所有的小城里突然来了这么一群人。两个人聊着聊着就谈起了各自的身世。安吉洛说自己从小是在孤儿院长大的，之后就做起了黑帮的勾当，偷钱包的手艺也是在那时候学的。一开始的时候他的手还会抖，但是现在已经到了不假思索的地步了。安吉洛问尼禄第一份活是什么，尼禄的脸色变得暗淡，说是去威胁一个偷取帮派钱财的人，也就是安吉洛的父亲。当时他才14岁。安吉洛开始套尼禄的话，问他应该不是一个人前往的。尼禄说包括他在内有4个人。对方心动的时候，之后就再也收不住了。他朝逃跑的小孩开了枪，却没有命中。之后他就什么都不想，一直干到了今天，最后落得身无分文、逃亡在外的下场。尼禄讲完烦心事后呼呼大睡，安吉洛盯着那封信陷入沉思。给他寄信的人说杀他全家的只有文森特、尼禄和凡诺，但尼禄却说当时还有第4个人在场，那个神秘的第4个人到底是谁？第二天，两个人来到一座小镇，刚下车就遇到了警察。尼禄给警察塞了钱，成功打听到了城里买酒的地方，而安吉洛则趁机偷了警察的钱包。尼禄和巴尔贝罗打了个电话联系，对方叮嘱他不要在一个地方久留。欧尔科派了追兵追杀他们，据说是个比巨人还魁梧的男人。尼禄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法尼提又和梵高以及欧尔科闹了起来。安吉洛负责采购，到食品店后扫荡了一堆菠萝罐头。尼禄跑到地下酒吧寻欢作乐，可惜囊中羞涩，掏不起更多的钱买酒。与此同时，墨西哥大汉也来到了镇上，警察以收取罚金为名拿走了他的钱包，随后又去车上看货物，结果掀开木桶，发现里面装着一个死状凄惨的男人。大汉突然发难，从身后死死勒住了警察，问出了尼禄和安吉洛的去向。酒馆里，尼禄正在和人比赛掰手腕赚钱，这时大汉走了过来，尼禄记住要和他比划比划，结果比赛刚开始，大汉就以压倒之势赢下了尼禄。紧接着傻国家的拳咒就朝尼禄脸上招呼，尼禄不甘示弱，对着大汉裆部就是一脚，大汉捂着命根子半天爬不起来。尼禄留下了赔偿金后离开了酒吧。恢复过来的大汉踉跄着来到街上，下一秒就被安吉洛开车撞翻在地，结果这么一撞，车子也报废了。眼看大汉安然无恙的爬起来，两个人拎着行李光速跑路，半夜走到了一处牧场的小屋内。大汉身边的狗是嗅觉一流的猎犬，肯定会追上来。两个人将木屋堵死，躲在草垛后严阵以待，就没想到大汉根本不按套路出牌，居然直接从门后的窗户里跳了进来。大汉手持双刀，攻势极为凶猛，甚至中了弹都和没事人一样。经过一番艰难的缠斗，尼禄扔出刀正中大汉的后心，本以为危机解除，结果两人刚离开小屋，就遇到了持枪前来查看的牧场主。安吉洛突然一把扑倒尼禄，牧场主的枪正好击中了鬼魅一般出现在他们身后的大汉，连开数枪后，大汉才倒下断气。牧场主的吓坏了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尼禄把偷来的钱包给了牧场主，让他好好照顾大汉留下的猎犬。随后，两人坐着大汉抢来的马车继续逃亡。饿了一晚上的尼禄尝试了一下安吉洛钟爱的菠萝罐头，被甜到怀疑人生。